一声剧烈爆炸，火光四溅，一位超级战士终于诞生了，他就是白神贝吉塔，成功突破了全能神的限制，终于不再是千年老二了。故事开篇，龙神萨拉玛发出强大的能量弹，悟空早已做好准备，双手接下。不过虽然接下了，但悟空依旧十分吃力，强大的威力将地面卷起。龙神萨拉玛想看看悟空到底有多少潜力，这样他就可以虹吸所有能量。悟空使出全身之力抵挡，但还是无法承受，一声剧烈爆炸，整个星球陷入一片狼藉，悟空也彻底倒下了。龙神看着倒下的悟空，怎么了英雄？起来和我继续战斗啊！但没想到悟空的肋骨都被打断了，他口吐鲜血，强忍着疼痛爬起来。不过变身成神的他有一项特殊技能，可以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治愈他人或自己。他曾经这样复活过贝吉塔，为了对抗邪神拯救宇宙，他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极力嘶吼，强力治愈自己的伤口。龙神也为他这种不要命的劲儿惊呆了。而另一边，特南克斯正在对战塞巴斯。不过，身为邪神的他根本看不起他的力量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未来的特南克斯竟然成为了破坏神。他率先变成超级赛亚人，然后极力嘶吼，强大的气场摧枯拉朽，地动山摇，这让塞巴斯有些压力了。变身后的他长相酷似布罗利，但这不是他的终极形态。再次提及，手中多了2把长剑，这气场简直大得惊人，连贝吉塔都不知道特南克斯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强大的，这让他非常气愤。难道自己的儿子也要超过自己了吗？气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特南克斯在进行终极力量的释放，他手握长剑，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破坏神。特南克斯急速上前攻击，手握2把宝剑腾空飞起，朝着塞巴斯猛烈攻击。强大的力量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直接飞了出去。特南克斯又汇集出强大的终极闪光，这股能量威力巨大，剧烈的爆炸引得整个星球都震颤不已。贝吉塔完全傻了，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悟空比他厉害，现在发现还有这么多人，连2个人的孩子都超过了他。一声可恶叫得撕心裂肺。德米古拉似乎看出了他的愤怒，嘲笑他是最没用的。这句话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将他打进了内心深处。父亲告诉他，为什么他们的家族可以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赛亚人，那是因为他们流淌的是超级赛亚人之神的血液。但父亲越这样说，他越是怀疑自己，为什么流淌着原始超赛神的血液，自己却如此无能。他彻底愤怒了，因为自己的窝囊，因为自己的失败，他要挖掘出沉睡在体内的原始力量，极力提起，强大的力量引得闪电四起，一声剧烈爆炸，一位超级战士终于诞生了，他就是白神贝吉塔，成功突破了全能神的限制。德米古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而悟空还在和龙神萨拉玛对战。此时的他依旧没有突破全能神的限制，身体的力量不断衰减，完全无法抵挡龙神萨拉玛的攻击。但是刚强的悟空岂会认输，他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发动攻击，但多次都被打倒。可恶，我的身体！而突破后的贝吉塔让德米古拉压力倍增，他召唤出命运时钟，利用时钟强大的力量从其他时空传送来很多邪恶的战士。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一触即发，但贝爷丝毫没有看在眼里，因为现在的他是赛亚人中的 No.1。虽然悟空对战不顺，但他丝毫不认输，他要用100倍激光拳提高力量，哪怕将他身体撕成碎片，他也在所不惜。强大的力量震天动地，整个宇宙都仿佛无法承载他的能量。龙神萨拉玛简直不敢相信，提起后的悟空急速上前攻击，一拳下去将他胆汁都打出来了，接连的暴击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而悟空的重拳能否彻底将他打倒呢？